大家好，终于降息了，降的是房贷换毛之后的 LPR 利率，1年期和5年期贷款利率都下调了10个基点，5年期利率和我们的房贷有关，算上2月份降的25个基点，元旦之后，很多人的存量房贷利率就会降至 3.85%。我算了一下，如果是贷款100万30年，每月可以少还200块钱，30年合计利息减少 7.3 万左右。另外一起调降的还有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，下调10个基点至 1.7%。一些专家说，降息之后购房成本大幅减少，此举利好购房者。利好确实是利好，但这点钱很难办大事。更何况当前时期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，降息不是买房与否的关键因素，能赚钱才是。现如今的房地产利率市场，有一个问题仍然驱使着居民部门提前还房贷，那就是存量房贷利率和新增房贷利率存在倒挂，且幅度不小。北京和上海的银行最近下调了房贷利率，首套已经跌至 3.4% 了，二套也低至 3.6% 了，广州首套最低可做到 3.0%， 房贷利率二字头时代说来就要来了。而这些城市的二套存量房贷利率还维持在 5% 左右的水平，利率差大概在 1% 至 1.5% 之间。这么一对比，前几年高位接盘的冤大头，不仅房价买在了山顶上，房贷利率也在高位，利息总共要多掏30%左右，叠加这2年房价下跌，无数家庭买一套房，差不多10年又白忙了。我有时候觉得挺荒诞的，政策成天喊着促进消费，但就是不给被房贷和生活成本压得喘不过来气的主流消费群体减压，这种既要又要的做法，确实该纠正一下了。是时候给存量房贷利率也降一降了。既然无法提高人们的收入，适当给房奴身上的担子减点重量，终究是有利于消费的。不过对于银行来说，这种到嘴的肉会不会吐出来，还要打个问号，毕竟解决就业和消费是政府的事儿。关于降息，我想再多说几句。一是时间点比我预计的晚了2个月，按照我的分析，5月份就该降了。二是降息幅度太小，10个基点不痛不痒，毕竟现在各方面的情况都不太乐观，房价持续阴跌，消费萎靡不振，股市流动性堪忧，国家队一直在被动托底买入，此等情况下，我们的货币政策依旧保持谨慎。不得不说，央妈确实挺有定力的。聚焦到国际视野来看，这份定力更多是战略层面的，即中美之间的金融拉锯，此情此景就好比是高血压大战低血糖，就看谁能撑得住。而我们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率先降息10个基点，我觉得有几层含义。一是2季度 GDP 增速 4.7%， 不及预期，下半年的经济增速目标还是要保一下的，此时降息的确彰显出了货币政策呵护经济企稳回升的决心。其实自2007年以来，中国就经历了5轮周期性的降准、降息操作，每次降息都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加。二是此次降息是有毛降息，即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，促进综合融资成本降低，这其实很好理解，利率是资金的价格水平，价格调降后有助于增加实体经济的融资积极性。还有就是从美国层面的最新消息来看，美联储9月降息的概率进一步加大，我们现在降息更多是提前做预期管理，这表明降息一旦开启，则大概率是持续性的。直白点说，我们目前的房贷利率远没有到底，今年仍然可能跟随美联储有1到2次的降息操作。而在降息周期，黄金的表现通常都较好，美联储自1984年以来的7次降息周期，金价平均录得 6.2% 的年化收益率。另外，降息还存在与商业银行净息差不断走低的博弈。今年1季度以来，商业银行净息差已经降至 1.54%， 早就跌破了 1.8% 的警戒线。所以我们看到，这边央行刚刚宣布降息，那边商业银行就齐刷刷降存款利率了。7月25日，工农中建等国有大行集体下调人民币存款利率，其中2年期以上整存整取存款利率下调幅度最大，为20个基点。去年至今，大行人民币存款利率已经历过4次下调，以工商银行为例，与去年首次调整后的存款利率相比，最新存款利率最多已下降70个基点，5年期整存整取人民币存款已迈入1时代。市面上靠谱的投资渠道少之又少，今年以来，居民部门又开始自发把钱存在银行吃利息了。今年上半年，住户存款增加了 9.27 万亿，全国人民的存款总额直接刷新了历史记录，达到了惊人的 147.48 万亿。大家偏向于储蓄，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很多遍了。所谓消费动力，从来都不是手里有多少钱，而是未来能赚多少钱，这是我们千百年的消费观，总结起来就4个大字：居安思危。说1000到1万，未来赚不到钱，哪怕存款利率降到0，人们依然会存钱，区别在于有利息就存银行，没利息就自己锁保险柜里。说实话，现在不高兴的人更多了，因为存款利率降幅比贷款利率更大，央妈这么一番操作，显然把利率转嫁玩明白了，有房贷又有存款的，算是自己补贴自己，就怕你银行里有存款，但又没有房贷，这就等于是拿着你的存款利息补贴有房贷的人。我话说的有点糙，但逻辑基本上就是这样的。
仔细想想，这何尝不是存款利息的另一种征税呢？有人可能会问，低利率时代正在悄然来临，普通人该如何保护自己的钱袋子呢？单靠吃利息肯定是不行的。这2年存款利息一直在降，现在去银行买定期存款，收益率2%以上都要靠抢，很多大行更是已经下架了大额存单。我的看法仅供大家参考。首先，提前还贷显然是最好的理财，我已经说了2年多了，这更是大家用脚投票的结果。实际上，新一轮提前还贷潮又已经开始了。其次，和10年前相比，我们现在的确是低利率时代，但还没到负利率的程度。如果没有更好的投资选择，传统的银行储蓄依然可行，但要切记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。再者，前面提到了，黄金在国际储备支付和清算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，尤其是降息周期，黄金还具有抗通胀的作用，可以作为资产配置的一部分。另外，对于风险厌恶型投资者，债券或债券型基金可以提供相对稳定的收益，特别是国债。中国作为产业链完整的世界第2大经济体，经济和汇率相对稳定，这决定了我们的国债利率仍然具有很高的吸引力。事实上，现在并不是国债能不能买的问题，而是你抢不抢得过虎视眈眈的机构们。有人可能会问，如果有足够的资金，还能投资房地产吗？就当下而言，房价涨幅很难超过通胀，房租回报率更是差房贷利率一大截，所以持有超出居住需求的房产是赔钱的。北上广深的绝大多数区域也概莫能外。但作为长期配置，头部城市的优质房产依然值得拥有，因为货币放水会继续存在，货币贬值利好优质房产的保值升值，这个道理存在了几十年，美国如此，衰退了30年的日本也如此。即便是这样，也不要持有太多房产，我们还要考虑流动性问题，以及宏观环境的就业和收入问题，即我们需要充分考虑抵御低谷和接盘的问题。最后，别忘记投资自己。巴菲特说过，通胀之下最好的保护方式就是投资自己，因为个人的才华不会受到通胀压力的影响。说回央行本次降息的动机，只是单纯为了救房地产吗？我觉得更多是为了稳经济，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。至于降息带来的居民部门的房贷成本减少，与其说是一次普通的金融活动，不如说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剧本。在我看来，要真想救房地产，可以打的牌仍然有很多。20届3中全会决定很明确提到，接下来有关城市可以围绕取消限购、取消公摊、改革商品房预售制等进行施策。平心而论，当下最应该被重视的是做好停工楼盘、烂尾楼盘的保交楼，这才是真正影响居民拍板购房的决定性因素。忙碌的人们每天上下班穿梭在道路两旁的烂尾楼之间，看着这些开发商一天天摆烂，就算再想买房也会被劝退。经济大事没有对错，只有短期的利弊，拢在一起说，解决问题的办法永远只有一个，用新问题解决旧问题。央行通过降息调控商业银行息差、存款利率、人民币汇率的艺术如此，20届3中全会再提延迟退休亦如此。今天聊的话题的跨度可能有点大，这其实是后台粉丝问的最多的问题，我觉得逻辑相通，就放在一起说了。喊了这么多年的延迟退休，真的要来了吗？趋势如此，但目前只是顶层设计阶段，距离落地还有一段时间。关于延迟退休，大会的措辞十分考究，发展银发经济，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、个性化就业岗位。按照自愿、弹性原则，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。这里面有3个关键词：自愿、弹性、渐进式，较之前的提法多了自愿。有人脑洞大开，莫非我们是要搞开放式延迟退休？我理解的自愿是官方可能会设定一个退休年龄，但是不强制，区别在于退休早晚会影响养老金领取金额，早退每个月少领钱，晚退则多领，这在国际上也是有参考案例的。日本从2000年开始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至65岁，但并非强制性，即如果早退休，每月领取的养老金会有减额，晚退休领取的养老金会有增额。通过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图表可以看到，能熬到75岁以后再退休，就能拿全额退休金的184%，且退休年龄一旦选择就不可更改。我没查到美国的减额增额数据，但思路和日本差不多，都是早领在全额养老金的基础上打折，晚领则给予额外奖励，这就是所谓的自愿。至于该怎么选，没有标准答案，全看个人意愿。当然了，我认为潜在衡量标准有2个，一是身体状况，2是工作状况，前者决定了领多久才能不吃亏，后者决定了65岁以后是否还能在工作岗位上坚持。要知道，在日本很多公司职员年龄超过60岁，工资就减半了。相较于可能选择的延迟退休模式，我更想讨论延迟退休的本质。所谓改革的动机，通常暴露了一套模式的劣势。放眼全球，搞延迟退休的国家，模式各有不同，但本质其实都是一样的。养老金入不敷出，即交钱的人供应不上领钱的人，我们也不例外。养老保险的保费收入已无法覆盖养老金支出。从2014年起，我们的企业职工和城乡居民养老金收支就开始出现缺口了。累计看，
过去9年2项的缺口合计高达 5.8 万亿，数据是真实存在的，缺口也是真实存在的。为什么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，2023年末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已经接近6万亿了？那是因为为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，各级财政部门在发挥作用，一是不断加大财政补贴，去年中央财政安排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约1万亿元；二是实施养老保险全国统筹，对各地基金结余进行合理调剂，2023年全国统筹调剂资金规模达到2716亿元；三是其他层面的筹资。接下来我们聊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，养老金的缺口还会加大吗？趋势的确如此，其实最严重的时候还没有到来，看出生人口现在是逐年递减，而退休人口却是逐年递增，目前二者的数量差在1200万左右，在2014年形成焦点后，分差正逐渐拉大，未来20年每年2000万人退休，但出生人口可能降至400-500万水平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们看到有些出生人口下滑严重的地方开始着急了，各种喊口号、发文件、发奖励、花式催生，也看到有些地方鼓励民众生育不见效后，开始号召党员干部带头生3孩。只是现在着急似乎晚了一点，毕竟新生儿缴纳社保怎么也要20年以后了，这实在是远水解不了近渴。所以能填补缺口的无非2个办法，一是提高缴存基数，这个做法治标不治本，而且容易反噬，看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缴纳就知道了。2023年基数提高至380元每人后，就有3000万人弃缴。二是延迟退休，晚1年退休就晚1年领养老金，留给整个体系腾挪的时间就多一点。正如我前面提到的，经济问题的化解从来都没有速效药，都是问题叠加问题，延迟退休也不例外。目前来看，最可能发生的事情是，好不容易心理上能接受65岁退休了，可是却没有那么多的企业给你发光发热的机会了。